美国金融集团沉迷于割其他国家的韭菜，割不到就要搞事儿。这样的美国已经失去了正常思考问题的能力，最后只能是求助于导弹。然而，在中国面前，导弹外交是行不通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就说的话题是澳大利亚的学者规劝美国拿导弹想问题不合时宜了。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称霸快1个世纪了。美国的一些坚定的盟友是美国霸权的既得利益者，其中就有澳大利亚。所以这些盟友会在各种场合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美国的政策和利益。但是霸权主义呢，终究带不来长治久安，特别是在亚洲太平洋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人们需要的是公正公平的秩序，至少需要建立一种稳定的可操作性的秩序，这样才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呢。然而自从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就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在亚洲建立公平公正的秩序，而是继续用冷战思维在亚洲不断地挑起冲突和对抗。连澳大利亚的学者都觉得美国的政策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2022年1月7号澳大利亚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学者范杰克逊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他说美国的亚洲战略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应该优先考虑经济。他说美国应该停止用导弹思考问题。这个杰克逊是有感而发的2021年的12月，拜登政府的印太地区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在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组织的印太安全会议上发言，他说到了美国军事联盟的重要性说到了推销武器来对付中国的必要性等等，但就是不讨论任何经济问题。应该说冷战结束30多年了，经济问题才是保证印太地区稳定最关键的问题了，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只有合理的经济政策而不是国防政策才能解决经济发展、疫情后的经济复苏、适应气候变化等等问题，否则就可能会破坏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然而美国在这个方面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政策。最近3届美国政府的亚洲政策，奥巴马曾经提出了所谓的重返亚洲战略，并且启动了全国有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但是这一套政策的军事色彩极为浓厚， TPP 好歹还算是个经济战略吧，但是特朗普一上台就把 TPP 踢到了一边，取而代之的是朝三暮四的好斗政策。拜登呢倒是打算稳定局面，但是没有拿出任何像样的经济战略来，反而是继承了特朗普军事优先的亚洲政策。美国人不给亚太地区建立经济战略和经济秩序，那么中国就可能会站出来做这件事，这正是作者杰克逊所担心的。他说在这个方面中国做了很多，已经有取代美国的趋势了。2022年1月1号，中国主导的 RCEP 机制生效，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是 RCEP 签约国。这个 RCEP 可以大幅度提高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水平，促进生产和出口。但是美国却没有进入这个 RCEP， 也没有进入的打算，这就等于是自己把自己给边缘化了。杰克逊呢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一个美国忠诚的盟友，他很不甘心，他很希望美国能够回归亚太经济。杰克逊呢给美国也出了不少的主意，包括减免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债务，给这些国家提供优惠的进口政策，改善劳工的条件，支持绿色能源过渡等等，真是一片孝心呢。不过我们估计美国政府要让他失望了。亚太地区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哪一届美国政府会不知道呢？又有哪一届美国政府不重视呢？一个国家要想成为亚太经济的领头人，不但要有巨大的经济总量，还要有健康的经济格局，能够引领各种产业链的发展和升级，而且要让所有人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美国现在的经济架构是病态的，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特别是以索罗斯为代表的美国金融集团沉迷于割其他国家的韭菜，割不到就要搞事儿。这样的美国已经失去了正常思考问题的能力，最后只能是求助于导弹。然而在中国面前，导弹外交是行不通的，这就是美国拿不出一个亚太经济战略的根本原因。好，这句话就分析到这里。